独立团奉命开赴石塘，去增援隶属红一军团的29团阵地。29团在这块阵地上已经固守了2个多月，伤亡惨重，但上级命令他们必须坚守阵地。29团一直固守到了弹尽粮绝。一会儿听命令，必须着打。手榴弹准备。甄姐，3营教导员已经牺牲了。大家给我仔细搜寻，不能落下一个伤员，听见没有？是。李主任，李主任，团长、政委，请你马上去指挥所。走。打的什么狗屁仗！3个月的时间了，守着这么一块破阵地，一个团都打光了还不够。李团长，你能不能打电话再向上级请示一下，让我们独立团撤出阵地，采取游击战去掏到敌人的后腰，兴许我们还有机会。我打了3回了，3回都让上级驳回了，我再打，我这个职都给免喽。既然上级不让撤，你又怕被免职，那我能怎么办？就这么守着呗。陈天佑，你说的什么狗屁话？你觉得我怕就地免职啊？我怕这么打下去，咱们这支部队会打光。不管了啊，听我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今天晚上连夜撤离，我们迂回到凤溪、临沂一带，切断敌人的补给线，
扯断敌人的后腿，就这么干。看着我干什么？你真那么强？你可要想清楚了，如果我们真这么干了，就算是你的目的达到了，你这个政委可也当老头了。我不当就不当了，我不能让独立团打这种窝囊仗啊！放心，责任我来负，行吗？这个责我跟你一起负。我现在就下命令。等等，吕主任，你来的正好。我们现在伤员这么多，先别说伤员的事儿了，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我知道，但是我认为大局如果出了问题，就需要我们来弥补。你怎么判断出大局就出了问题？我怎么判断不出来大局出了问题？吕主任，你自己长眼睛了，请你看看，这是最近几天的战报，可以自己看。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觉得大局没问题吗？就是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成了这样，才需要我们指战员更加坚持听从党的指挥。你擅自放弃阵地，就等于叛党。你把我的话记录在案吧。我把你的话记录在案干嘛呀？我何必给他记录在案啊？那儿有电话，你可以自己打呀，给上级打呀，啊，电话在这儿，给上级打电话，把我的政委撤了，你来打。你拿我当什么了？我并不反对你们的方案，但前提是行动之前必须向上级报告，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掩体。问题是上级听我们报告吗？我打了3回了，上级管过我们吗？知道为什么吗，吕主任？因为我们上级的上级把这个闽西农村当作苏联大城市来布置战术了。不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可以去打听打听，你看看战士们他们怎么说。我不聋，我也听到了，但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坚持听从党的指挥，否则后果只会更加严重。吕震，你要面对事实，等到敌人发动下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也许就没有我们这个独立团了。那让我来向军团政治部首长报告吧，我相信首长一定会同意的。独立团政委李化成，首长。是。是。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独立团一定按时到达松毛岭站位。是。200里路，限时24小时赶到，神仙也做不到啊！命令不就是洋人唱洋戏吗？这是中国军委的命令，做不到，我们也得做到。政委，我能不能发表点我个人的意见？那我直言不讳啊，这几天的战报我都看了，我们都知道。名义上，松毛岭是我们红9军团跟红24师固守的南大门，2万多人。可这几个月扛下来，我们剩下不到5000人，而国民党军第36师、第10师、第25师共计3万余人，在敌人轰炸机强大的火力支持下，势不可挡。这个时候，中国军委这么大老远调我们这支损兵折将的独立团去支援松毛岭，什么意思？去了也是杯水车薪，而且24小时200里地啊，黑天白天的跑，得不停的跑，还全是山路，打什么仗？跑过去都累死。这个命令说明2点：
第一，宋奥岭告急了；第二，红军已经无兵可调。对。虽然这个命令是中俄军委下的，可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时候，这种调动挽救不了败局，去了就是死。老唐别说了，24小时200里地，没时间讨论。政委，你意思啊，我们依然执行这个命令？不然呢？有其他办法吗？必须执行。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就等于是让我们的战士去送死。对要执行，不对也要执行，这是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吕主任，事关我们队伍的生死存亡，你不能这么较真儿。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就得较这个真儿，否则怎么打胜仗？好了，我们不聊命令的事儿了。吕主任，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想让你留下来。为什么？我们队伍的伤员实在是太多了，就让你把他们安排到老乡的家里。好，保证完成任务。老唐，集合部队吧。对的要执行，错的也要执行。老人，对自己好。苏州，咱们还有多少口粮？最多还能撑7、8天。我正准备到附近集镇去征点。如果不用征了，时间上来不及。这样，把所有口粮发给战士们，便于行军。是。各营报告人数。报告团长，一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还剩123人。报告团长，2营集合完毕，轻重伤员加一起，还剩108人。报告团长，3营集合完毕，牺牲在内，还剩98人。同志们，让我们向永远留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告别吧。敬礼！2个多月前，红军曾取得温坊战斗大捷，那是第5次反围剿作战以来少有的胜利。可2个月后，形势再度恶化，敌人推进到苏区东大门松毛岭，红军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阵地，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而越来越陷于被动。
你搞什么名堂？你别耽误时间了，赶紧走吧。我说李真同志，你得给全团做出一个服从命令的榜样啊！我已经按照团长、政委的命令安顿好了所有的伤员了。你服从什么命令了？我们是让你留下来。我留下来干什么？安顿伤员。我已经安顿好了呀。不是，我想问问你，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几10位的伤员，你怎么安顿的？报告政委、团长，我们把伤员都交给苏维埃了。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伤员推卸给群众呢？赶紧回去！我们现在人生地不熟，把带不走的伤员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才是最好的办法。你较什么真儿啊？现在哄他走也来不及了，赶紧走吧。继续前进。快快！哎，稍等一下，同志，你们是从松马岭下来的吗？是啊，是啊，打得太惨了，我们的红军兄弟啊，真是太英勇了。松马岭主力战场吃紧，如果连这里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就会彻底失败。再接下去，整个苏区都会沦陷。辛苦了，同志，你们赶快走吧。继续前进。刚才各路侦察员已经把阵地周边的情况都汇总了，确实是像那个牺牲的战士说的，红9军团红24师伤亡已经过半，甚至已经弹尽粮绝了。可他们还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等待上级的命令。他们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这都弹尽粮绝了，还等什么命令？赶紧撤呀！派人联系过了，他们说，没有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会撤的，就算是死，也要和阵地共存亡。说实话，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是在坚守一块阵地，是坚守一个信仰。我们到这个阵地来，没有看到胜利，却在兄弟部队的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政治部提倡独立团的所有共产党员们，在苏维埃政权陷入危机的时候，都要挺身而出，恪守自己在党旗下的宣誓。老唐，开始布置一下阵地战术吧。我们左翼3华里是红9军团防御的阵地，白野杨岭
右面4华里刘坑口是由红24师防御的阵地，而我们防御的这块阵地在中央。阵地特点是上山道路狭窄，不利于大部队集结进攻，而更有利于防守，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因为敌人的空中火力，我们之前的这支游击大队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对付正面的第10师，我们还能扛一扛。如果对付敌人空中轰炸机的话，结局大家都看见了。代理参谋长，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放弃这块阵地？我累得都没有劲儿了，真不爱在战术问题上跟你们女人磨牙。这不是战术问题，更不是男女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我也没有你懂，要不你说吧，我不说了。代理参谋长，我感兴趣，接着说。鉴于当下实际情况，我做出如下战术部署：刘山桥，你们3营埋伏在左翼高地，等敌人打起冲锋时，不要急于出击，一定要等敌人的先头部队越过我们的阵地之时，再突然发起截腰攻击。是。孙大成，哎，你们2营埋伏在右翼高地，跟3营成犄角之势，掌握时机，也是截腰攻击，保存实力，不要轻易出击。明白。哎，3营什么左翼啊？他是什么保存实力了？我1营干嘛？看他戏啊！现在全团也就1营的战斗力稍强，我想用1营作为一堵壁墙，等着敌人越过正面的山脊，遭到2、3营的截腰攻击，阵营大乱之时，1营就要像一堵壁墙一样，让敌人迎面撞个鼻青脸肿。明白。我就是个代理参谋长，怎么想到就怎么说了，拍板还得由团长和政委拍板，这也是我从第1次反围剿战役中学习的，在这儿领不了，我不敢打保票。说完了。各营长都听清楚了，进入站位，随时做好战斗准备。是。你别说，这地形选的不错。唐运龙，这代理参谋长“代理”2个字肯定要去掉了。这家伙打仗啊，还真行。嘿，孙营长，在这点上我是完全赞成你的观点。二营长，我是出发前才调到2营的，具体的2营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还希望你多多担待啊。我把你调到2营，把林木之气坏了。嗨，没有，说实话，是有那么点儿。说正事儿啊，你看。最近部队里士兵的士气不是特别的好，总有一些说闲话的，你都听见了吧？听见了，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真的打红眼了，谁都不会往后退缩的。哎，这段时间我算打出经验了，那子弹呐，专找的怕死的人打。你怕死吗？孙大哥，你说什么呢？生命是宝贵的，谁都怕死，但是也得分是什么时候。你肯定比我怕死，哎，因为你有牵挂。你不像我，我无牵无挂呀，我死了无所谓啊。可你呢，还有你的景妹子。你说你们俩还没洞房花烛夜呢，你就死在这松毛岭上。都不甘心呐！哎，那边有些情况，我过去看看啊。爹，
娘，我们孙家就靠我活下去传宗接代了，保佑我吧。儿子实在不想被埋在这荒山上，保佑我吧。怪了，他们这是要收摊儿啊！看样子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攻上来。走。是。师座，这盘棋我又输了。刘备良，再给你一次机会。报告，36师急电。念。我部将在1小时后，在总部轰炸机的空中支援下，向红九军团残军发起最后一击。望你部从左翼发动猛烈进攻，突破防线后，侧击红九军团，以策应我部一举歼灭，突破防线。齐北良，师座，36师让我们现在就，36师和我们不是一个爹娘生的，不用管他们。可是现在的战局，如果我们不跟36师协同作战的话，那会不会上座？我心里有数。昨天轰炸机这一通耍泼，正面部队已经都清扫干净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卒子而已。而且，我们什么时候想要越过红军的楚河汉界，抬抬腿就过去了。我本来不想孤军深入，想等36师和85师的进展再择机行动。可他凭什么让我去策应他？跟他们回电，就说我部与贵部同时行动。是。还是师座的棋艺高明。第10师按兵不动，对，没有任何要进攻的迹象。是敌人麻痹轻敌啊，还是另有计划？我倒是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前几年蒋桂战争爆发，这2支部队可是各为其主，刺刀见红的。所以我觉得何明仁会不会有可能根本不想配合桂系部队作战？那看来我们进入无战事了。我不这么看。那你有什么想法？9，通知各营长和教导员，还有党员同志来团部开紧急作战会议。是。开什么紧急会议？咱们几个人先碰个头吧。红9军团红24师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而且我们的当面之敌，现在在按兵不动。我认为这是一个战机，考验我们独立团政治觉悟的时候到了。我们应该当机立断，做出一个选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坚决不同意。你是觉得我们独立团牺牲的人还不够多吗？还要跑到那边去增援？天佑，战局稍纵即逝啊，我们不能再犹豫了。而且驰援兄弟部队有利于我们固守松毛岭的防线，也有利于我们保卫苏区。你这个态度让我有点不好理解。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块阵地，是中国军委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我们必须要执行。但是我们指挥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战术调整啊。实际情况就是我们独立团从600多人打到现在，只剩300多人了。对面的敌人是1个师，还有敌人轰炸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刚刚到这的惨状你忘了吗？啊！既然我们的命令是坚守这块阵地，
能守一时就是一时，守得住是我们的运，守不住是我们的命，我认了。但是你想给我们的部队增加额外的负担和额外的牺牲，这件事情我坚决不同意。吕震同志，这件事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选择，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决断。别政治的了，行不行？他看得见摸得着吗？我说你能不能让他把话说完呢？首先，我坚决支持政委的意见。其次，红军队伍要有全局观念，不能只顾局部利益。我再提醒你一下，政治处主任同志，我们从200多里外奉中革军委的命令跑到松毛岭来，你觉得我们考虑的是局部利益？可是保护整个苏区寸土不失，才是党和苏维埃的最高利益。田勇，田勇，这样，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局势，我们就明白了。首先，我同意吕震同志说的话。什么叫政治啊？我理解的政治啊，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事儿。那么站在政治的角度上，我们应该作何选择？红九军团红24师和我们独立团是什么呀？是一盘棋上的车马炮卒。那么我们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应该怎么做？协同作战吗？狙杀、马跳、炮轰、小卒过河，只有这样，我们这一盘棋我们才能打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但是要做到，我们必须依靠政治。我还是不同意。团长，虽然我还是代理参谋长，但是我坚决支持政委的决断。这个仗得这么打。我们趁机实施按兵不动，组织200人的突击队，越过那道军岭，等敌人第36师对我们红九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时，拦腰侧击，打得个猝不及防，定能收到奇效。打完迅速撤回。好，既然你们都这么坚持，那我持保留意见。等到各营的指战员都到了，听听营长们的意见。我们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件事不能少数服从多数。我提议，我们团部先做出表决，然后把表决的内容告诉各级指战员。同意的，请举手。那就3比1通过吧。你为什么不举手？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队伍像前面的兄弟部队一样，永远的留在松毛岭。各位营长，长话短说，不做争论。团部已经做出决定。抽调200人当做突击队，向红九军团靠拢，策应他们作战。大伙就准备一下啊！哎，等会儿，团长，是咱自己保得住保不住还不一定呢，这怎么还策应别人去啊？营长，服从命令，听指挥，有意见先执行后发表，这不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营长，你闭嘴！孙大成同志，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才不能执行错误的决定啊！孙营长。这件事我们不讨论了，行吗？行吗？团长，按照团部的计划，下命令吧。你们跟到，留下你们营人数最多的一个连和政委留守阵地，其余的人都跟我走。不行，援护兄弟部队的任务交给我。你必须留在这儿，以防敌人发起正面的攻击。你说的是对是错？等打完了再说。出发！这一场战斗的意义，远远超过战斗本身。虽然指战员们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但行动上，都做到了服从命令、听指挥。
就是这次是志在必得了。那师座，我们要不要现在趁势？不着急，再等等。等到望远镜里看不到红军旗帜的时候，我不再向前推进。明白。见鬼了！报告，师座，36师几点？师座，红九军团得到大规模增援，我部进攻受阻，余请贵部立即发起进攻，与我部互为侧影，一举突破松毛岭防线，为党国共建奇功。放屁！红军四处受困，各军自顾不暇，哪来的大规模增援？哼！就是指挥不当，还想找块遮羞布，怪不得贵系难成大器。师座，36师进攻受阻，我部为何不趁现在一举突破党面防线？命令66团向前推进，5时之前必须全面越过防线，并且向总部报告。66团怕不看重人，就是因为66团这盘棋下的不好，所以我才给他们次机会。放心，对手已经不行了，活着的不过是些过河的兵卒罢了。是，知下明白。现在就去传达命令。报告，一直按兵不动的第10师突然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向是要对我们发起进攻了。糟了，营长，我们现在只有100多人的兵力，但是必须要坚持到团长回来，有没有信心？信心有，阵地不一定守得住，但是我能保证，一定坚守到最后一个人。我现在不想听你泄气的话，我现在只想知道，借助这个地形优势，你可以守多长时间？政委啊，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同样是这块地形，上面的守军全部阵亡了，别指望咱们的运气会比他们更好。不过政委，我们一营一定全力以赴。都注意隐蔽。军长，加载，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去把所有人给我带上来，所有人都带上来。你告诉他们，越怕死，就越容易死，这就和打架一样，要想自己站直了，就必须把敌人给我干趴下。就这么点地久了。大家伙都听好了，每个人找一个能打死敌人，敌人又打不死你的好地方，准备战斗。队长，这仗怎么打呀？拼了命打，哪有那么多废话？是。我错了吧？我错了，我错了，是我建议把这支部队拉出去的。我没有料到贺明仁这么老奸巨猾，我错了。刚才我看到营长和连长信心不足，没想到你也在犯嘀咕。政委，你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啊！怎么可能呢？我的心又不是铁打的。我们指挥员不能犯错，犯错了就是致命的。一旦犯错了，松毛岭阵地就会失守，中国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完不成。而且最关键的是，我和天佑亲手创立的这支部队，就会完全葬送在松毛岭上。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好，你说吧。错了，错了。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好，你说吧。第一，我坚持相信我们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第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我们谁也无法预测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坦然面对。第三，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和你在一起。谢谢你。参谋长到。越过松毛岭，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当然是向上峰请功。人都布置好了，布置好了，营长。准备战斗。接手枪的，瞄准了打。娘，媳妇儿，我怕是很快就要去那边和你们团聚了。可我不甘心的是疯兔子还活着。什么情况？师座，我们轻敌了。怎么可能？小王，小王，小王，快来人！小王，小王，你不该救我！
灭之敌，猛烈抵抗，前进不得。应该是共产党的援军到了。你直下估计，至少有2到3个营的兵力，火力很猛。他们现在还占着地理优势，我们实在是攻不上去啊！喂，师座，喂，快让总部的轰炸机来轰炸！中档子，总部的飞机这么好降的吗？你给我顶住！你给我过来！正面的敌人不都击溃了吗？哪里冒出3个营的生力军？见鬼了吗？师座，36师停止进攻了。别管36师了，把66团给我撤下来。记住，搞清楚情况再进攻。是，呼叫66团，快！小二，少爷，千万不能陪着你了。睡吧，睡着了就不疼了。打了1天仗，你不是司务长吗？你给我们弄点吃的呀！就是啊。我实话跟你们俩说吧，我们也就剩3天狗粮了。这要是在山下，我还能想办法去挣点。这山上，这是松毛岭，这不是花果山。要不我去拔点树皮。这就剩3天口粮了。我刚刚说的政委没听到吧？小巧，吃吧。我离开家的时候，小王还是个小男孩，他不应该救我。他现在也是个孩子。雨辰，我问你，面对这样的战场，你害怕过吗？哥，你和我出生在地主家庭，生活在被人仇恨的目光当中，体面，但是没有尊严。我当初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是想解脱自己。可是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热血的青年都不会置身事外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吗？是救赎。父辈让我们背上了家庭的原罪，只有我们才能救赎自己。不管前面的路
的走下去。姐姐，你把阵亡战士的名单好好记录下来，别落下没有。放心吧，甄姐，我一定好好记录。华成，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现在战役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我们的战士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所以我想把党员同志们组织起来，在阵地上举行一次党旗下的再宣誓，把陈天佑同志没有完成的仪式一起完成。你觉得怎么样？好。哼，给乔王爹的画好看吗？好看。一点儿都不好看。我太笨了，再叠一个。我记得小娃以前跟我说过，他呀最不喜欢别人哭。别哭啊！我没哭。兄弟，哥哥送你一朵花，别嫌哥哥手笨啊！我也是刚才跟人家学的。二爹，我宣誓，我宣誓，严守秘密，严守秘密，服从纪律，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努力革命，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永不叛党。宣誓人李化成。我刚才把当前战场的情况向大家做了一个如实的通报。当然，我这个通报仅仅限于特委所能了解的情况，并不全面。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切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路线，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坚持这一错误路线，而导致了眼下不可挽回的战役败局。这已经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但我相信，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工农群众革命事业，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终止。我们要看到眼下失利的同时，看到全国的好形势。红色根据地不仅在我赣闽大地，在湖北、浙江以及陕甘宁边区都已经蓬勃地发展起来。第二，蒋介石反动当局，在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亡之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蒋浪潮。我党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呼声，这股势潮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蒋介石想在赣闽大地一举剿灭红色，从此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独裁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我们眼下的形势却一天比一天恶化。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是想向同志们传达福建省委的通报。我们的中央红军，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随时会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这是要转移到哪儿去啊？啊，怎么转移啊？什么是战略转移啊？就是说，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暂时撤出苏区。撤出去我们就啊？中央红军一走，我们不一下子又回到从前了吗？中央红军不能走啊！是啊，首长，红军一走，这苏区变成了白区，那些土豪民团再回来欺负我们这些穷人，我们还能有活路吗？啊！是的，撤出去了。对呀。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大家都不要这么悲观。刚才乔明同志也说了，共产党不会因为一次失利就灭亡，天一下子掉不下来。老罗同志说的对，只要我们心里有一盏不灭的灯，夜再长，天会亮，熬过长夜，我们就一定会看到光明。话是好说，你说说，苏区变成了白区，还能有我们苏维埃吗？有，肯定会有。就算是苏区变成了白区，因为我们是在为劳苦大众做事情，所以人民群众永远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基础。习总同志说的太好了，夜再长，天会亮。今天我们主持这个会议，就是要向同志们传达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最近在本地区主持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主要有4条。第一，为了便于独立领导，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地方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和游击队，准备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第三，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随时准备转入隐蔽斗争。第四，加紧运送粮食、物资到长汀地区，以备长期坚持斗争。看来形势还是很紧迫的，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我们各乡的苏维埃政府能做的就是第4条，尽可能的多储备一些粮食物资。习总同志说到点子上了，特委要求大家务必要保持斗志，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党员同志，一定要坚守信仰，凝聚组织，坚持斗争。关键之点是习总同志说的，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和一切顽强反动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别打头，留活口。是。
红军哥，你今儿算是倒大霉了，遇到我了。兄弟们，放手！解恨吗？解恨！不解恨，这只是挠挠痒，等天完全变过来了，那个时候才是解恨。来，把他扔下去。停，就让他暴尸在这儿，我就是要那帮穷小子看看他的下场。去把他包给我摘过来。快跑！快跑！同志，同志。嘿，紧张吗？手心全是汗。我也一样，手都抖了。老张，你要是同意，我们现在立刻下令撤退还来得及，至少可以给独立团留几支种子。这可是你后一手建起来的队伍。我何尝不是这么想的？没命令啊，怎么撤？那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只能等着全部被敌人歼灭吗？那咱们也只能履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了。全部懂你，说了也是白说。笑什么？你猜我想起什么来了？我总觉得下辈子咱哥俩可能还得在一块儿。下辈子，我告诉你，华章，我这辈子遇上你，就够够的了。下辈子再遇上你，我可不跟你做兄弟。师座，直辖算了又算，就算共军给松毛岭派的增援，也绝不可能是成建制的大部队，他们是绝对扛不住我们主力团的进攻的。天黑之前，必定可以突破防线。我把主力都调上去了，如果还拿不下阵地，就让他们在阵地上向党国尽忠。是。差不多了，该上路了。
看来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呀。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啊。这别说是下面的同志，这就是咱们自己听到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这也有点撑不住啊。苏区一旦变回白区，人间地狱。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样的地步，特委都不能削弱对本地区的领导作用。只要我们坚持斗争，群众就会支持我们。报告，怎么了，秦王？有一名红军同学员在去松毛岭的路上被民团用石头活活打死。啊！看看，这反动民团这是按捺不住了，这是。要是真的变了天，我们的地区群众就必然要承受他们无法承受的阶级报复。这是上级给松毛岭独立团的撤退命令，10万火急啊！一定要尽快的送上去，否则独立团就是松毛岭上一支孤军啊！参谋同志，你辛苦一等，把他送上去。全民同志，我还召集了几个人要研究一下兼并青野的一个具体措施。参谋同志，你有事让我去吧。苏书记，让我去吧。我就是爬，也要把命令送到独立团。兴旺同志，辛苦你了。请放心。全民同志，这份给独立团的命令，说明了中央是要放弃松毛岭啊。看来形势急转直下呀。全民同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呀？全面沦陷。
再去爆炸！走走，往前把他围住！错失良机。要不是桂西跟我们斗心眼儿，我们同步进攻，互相策应，怎么会越不过松毛岭？师座不必自责，36师和左翼的85师也没有突破当面防线。呼叫前线，加强攻势。无论36师撤不撤下来，我们也要坚决进攻，务必在天黑之前突破全部防线。是。手榴弹掩护，走！小哥，明天终会有，只等你同行。第5名，第5名。山歌唱来啊，歌声不忍心。其实真天上了，昂首迎接春风，黑了后。你在后方那个楼。醒过来！小哥，小哥，小哥。你是我心中撩人的火，木匠，山长水阔，明天不会有，只等你我同行到白首。山歌传来啊，歌声不忍心了，远征不怕难有，一曲天下河。山歌唱起来呀，歌声固然显露，其实真天上楼。自从在党旗下宣了誓，就怕说到做不到。
现在我做到了。部长，山歌唱起来呀，歌声忽然响了，其实整天想啊，小哥，醒醒，醒醒！幸亏大家好，幸亏大家好。他把我带回来的。谁？这36式法宝，就是我部全线压上，恳请贵部与我协同作战。是，报告。总部电令，鉴于剿共守望在即，总部将于8日上午9时派飞机对你部进行空中支援，令你部随后突进，务必于10日前突破松毛岭防线，直取瑞金。终于把轰炸机盼来了，我们要保存实力，攻打瑞金。阵地就交给轰炸机去清扫吧。呼叫前线，停止进攻，给我全撤下来。是。呼叫前线指挥员。向我们牺牲的战友致礼！一个正营级，2个副营级，3个连级指挥员，76名战士。永远都留在了松毛岭上了，还有那么多伤员，生死未卜。要不是敌人突然之间无故撤军，咱们这支队伍可能连番号都没了。不光是我们，红九军团、红24师，他们的情况不会比我们好多少。现在我们只有坚守阵地，才能对得起那些牺牲的英雄烈士们。如果继续坚守的话，就会牺牲更多的人。可我们要是放弃阵地，那些阵亡战士不就白白牺牲了？看到这儿的时候，残壮们都看到了，全军覆没。难道一定要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吗？正是因为他们坚守到全军覆没，都没有放弃阵地，所以我们更应该坚持下去吧。放弃阵地打游击才是我们的强项。为什么非要摁着几百号人在这打毫无胜算的败仗？我想不明白。你一个团长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同意田友的观点。毛主席写过一本书，我看过，《反对版本主义》。关键的是里边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那就是实事求是。团长，政委。中国军委命令，乔民同志刚刚召开了各级苏维埃政权负责人会议，
传达了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福建长汀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对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后做了最坏的打算，所以中革军委决定，独立团立刻撤出苏茂岭阵地，向四渡集结。尽管有点思想准备，但中央红军真的要退出根据地的消息，还是让我们感到始料不及。